普通人快速翻身是一个偽命题，普通人翻身却是可以實現的。如果說你現在沒有月入5萬，年入100萬，而且呢感覺到前途非常的迷茫，那麼我建議你現在找一個安靜的地方，花幾分鐘耐心聽一下我是如何從底層人走到現在讓自己翻身的。我將會用自己的經驗和閱歷毫無保留的去分享給大家。記住這不是心靈雞湯，尤其是後面我會教給你如何脫離底層的辦法，如何掙到第一個100萬。只要你按照我說的這個方法去做，這將可能會改變你的命運。一個人的感情是不順的，他跟父母有直接的關係。如何經營感情，如何去混社會，很大部分我們都要歸結於我們跟父母的耳濡目染，以及呢他們給我們提供的物質條件和思維方式。如果說父母混得很差，那麼孩子如果不會脫離這個原生的家庭，一般呢也是很難逃脫這個命運的。一個男人的父母如果說他是不厲害的，大概率呢他的一生也是一個悲劇。那麼除非這個男的能快速的去彌補上本應該他父母走過的路。當然如果有父母幫襯那也是好事，沒有父母幫襯呢也不要去怪你的父母，因為窮人的父母其實是這個世界上最可憐的人，他們以前也沒有父母的幫襯。底層的基因是一代一代向下傳遞，而富人的基因是一代一代的向上優化的。底層的父母生出來的孩子如果沒有太大的變故和覺醒，其實呢大概率還是在底層會無限的徘徊。很多人選擇躺平或者抑鬱，原因就是他們看清了真相，又無力去改變這個事實。其實呢智商越高的人，他們就會越容易去萎靡，原因就是他們能夠迅速的通過表面去看清這個事物的本質，但是呢又無法去接受真相的醜陋，然後呢不斷的去陷入到了內心的美好和醜惡的現實的衝突與自我折磨當中無法自拔。那麼有沒有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呢？那肯定是有的。我相信能看到這裡的朋友你是幸運的。接下來的內容呢，我會告訴你造成這些處於底層的原因和擺脫底層的方法是什麼。如果說你現在已經意識到了你的父母就是身處於底層社會，那麼你就不要去走常規的路線。什麼是常規的路線比如說寒窗苦讀幾十年十幾年，考了一個大學，獲得了一張文憑，然後呢直接被拋向了社會，靠自己去摸爬滾打。因為你的父母給不了你任何事業維度上的指導和規劃，那麼如果說你想要靠你學校裡的老師和公司的前輩去指導，其實大多數這都是一個不現實的問題。因為願意跟你發生實質性接觸的人，其實本質上他也是窮人，而混得更好的人呢，你也是接觸不到的。哪怕是你真正能夠接觸到了，他們也不會跟你講真話。因為跳出井口的人，如果試圖想要去喚醒井底的人，那是非常的要命的。因為活在幻想的世界裡面的底層人是非常的頑固的，而且競爭呢也是非常的激烈的。當然任何形勢危機一出現，最先遭殃的一定是底層的人。積累第一桶0到100萬這個階段是最難的，因為底層的經歷它是非常的殘酷和慘烈的。突破到了100萬以後呢，你就會發現你的競爭會變小了很多。當你擁有了1000萬的資產以後，競爭就會變得更小了。如果說你也在底層，想要跳出這個死循環，但是又沒有一個思路，那麼我分享給你一個方法，也是我自己在用的。凡事你都給身邊的人去反着來。如果說你身處底層，那麼你身邊的底層能夠接觸的人大部分都是底層人士，他們每天能夠接觸的事物一定是為了強化他們在底層的地位和底層的競爭力，而不是向上跨越，跳出人踩人的階層。那麼他們熱衷於幹什麼，你就不要去幹。他們喜歡聚會，你就不要去聚會。他們喜歡被商家和媒體忽悠着去購物，那麼你就別去花錢湊這個人數。他們喜歡刷短視頻追劇，你就不要去刷。他們喜歡貸款買垃圾車，買垃圾的房產，甚至押上自己的後半輩子，那麼你就不要去這個負債去購買這些垃圾的房產和車，甚至也賭上你自己的後半輩子。你不要去負債購買這些垃圾的資產。他們喜歡去社交圈子，你就不要去沾染。你只能堅持這樣去做，
你很快的就會發現啊，這個世界其實是很單純清淨的，心也變得越來越乾淨，思維呢也會變得越來越敏捷，思維也會變得越來越銳利。只要你達到了這種不隨波逐流的一個狀態，能夠獨立思考的這種能力，這個時候啊，你才會發現你才是真正的能夠接觸到那些高能量場的貴人。如果說你能有機會接觸到貴人的老板話，那麼你們一定要想盡辦法去跟着他们，只要你听话照做，你就一定能夠學到怎麼去賺錢的知識，你也能夠獲得他們身邊的人脈以及資源。發現了一個機會之後，要迅速的學會去撈錢，不要想得太長遠，2年3年足夠能夠讓你完成第一桶金的積累。那麼怎麼樣才能夠有這種機會呢？那就是跟着有結果和已經賺到錢的大佬。那麼怎麼樣才能夠讓這些大佬能夠帶自己呢？你需要拿出的是真金白銀的學費，以及你自己的敬意和誠意，讓他們知道你是一個尊重他們的人，是一個執行力非常強的人，是一個懂得感恩的人。我相信沒有一個大佬會拒絕這樣的一個人。如果你覺得你自己是一個非常愛折騰的人，就不要去出賣自己的時間去給別人去打工。我的原則就是這樣的，即便我要飯我也不去打工。這個年頭你隨便幹點什麼其實都是餓不死的，吃飯又花不了多少錢，人活着只有吃飯和睡覺是剛需啊！你想要滿足這些剛需的話，1個月花不了多少錢的。以至於那些買房買車、成家娶媳婦、結婚生孩子、社交的奢侈品，這些都不是剛需。不是剛需的東西，你就不要為了他們去賭上自己的後半生，因為你試錯的成本幾乎是為零，沒有。千萬別浪費在這些錯誤的東西身上。當然我說的不打工也不是讓你們躺平，而是讓你們不斷的去尋找賺錢的新項目。目前呢，我直播當中我也經常會跟你們講，不要去投資那些開個實體店，或者說加盟一個什麼樣的項目，或者說還沒有找到好的項目的時候呢，就馬上去租一個辦公室招人，這些都是作死的行為。看到這裡的朋友我相信你肯定是想要提升自己，並且呢極度的渴望想要擺脫現狀的人。那麼我接下來講6點我總結出來的自己的經驗，一定要記住，很大概率可以幫助你逆天改命的。第一，脫離底層人的思維習慣，不要隨波逐流，即使被周圍的人誤解、孤立、嘲笑，也要堅持做自己正確的事情。第二，擺脫底層人的習慣和圈子，避免所謂的無消費的那些負債使自己陷入這種消費的陷阱當中。第三，學會獨立思考，深度的思考，心無旁騖的只專注自己的學習和成長，並且接觸高能量場的貴人，利用貴人的人脈和資源，一旦發現機會，迅速積累好自己的第一桶金。第四，竭盡所能讓自己變得更有價值，並真誠的能擁抱你遇到的貴人。第五，學會儲蓄，不要去攀比，因為真正的剛需的東西為他去花錢，沒必要的不要去花。第六，不要去抱有投機取巧的心理，不要輕易的創業和投資，創業實體這個時代已經不太適合普通人去創業了。不要讓自己變成綠油油的加盟的韭菜，你只要按照我說的這個邏輯去執行，慢慢的你就可能會發現你自己漸漸的正在脫離這個底層。我始終相信一句話成功的道路並不擁擠，只是你所處的階段太過於擁擠了。